牛顿靠三大定律锚定了宏观世界的运行规则，麦克斯韦用方程组统一了电磁学的所有奥秘。可这两位统治物理界100年的绝对权威，居然都漏掉了宇宙最核心的真相。他们一直把物质和能量当成完全割裂的两种存在，直到爱因斯坦只用一个由5个字符组成的公式，直接推翻了几百年的经典物理框架。你敢信吗？一节只能驱动遥控器的普通 AA 电池，要是能把它的金属、化学成分等所有物质全转化为纯净能量，足以点亮一座超大城市整整数月之久。在爱因斯坦出现之前，科学家们认定物体是物体，能量、光、热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但E等于 mc2 这个公式把两者的壁垒彻底砸穿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任何物质其实都是被极度压缩打包的能量。这种恐怖力量的秘密就藏在光速的平方里。光速每秒30万公里，平方后是个带16个零的天文数字。任何物质的质量乘以这个数，就是它能释放的总能量。所以原子根本不是砌墙的砖块，而是藏着惊人能量的微观电池。大自然把能量死死压缩在粒子里，当我们稍微改变原子结构，比如核电站里的操作，这些能量就会以光和热的形式释放出来。可不幸的是，这种能量的用途远不止我们现在利用的这些。如果你钻进原子的核心，原子核会撞见一个物理奇迹，质子和中子被压缩到极致，挤在小到难以想象的空间里。这里最大的谜团是，质子都带正电荷，同性电荷本来会像2块同极磁铁一样疯狂排斥，可原子核里几十个磁铁却能紧紧靠在一起，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就是宇宙中最刚的胶水——强合力。这是一种只在原子核范围内生效的基本力，作用距离极短，但强度是电磁排斥力的数百倍。你可以把质子看成愤怒的带电战士，个个恨不得立刻逃离彼此。可强合力这只看不见的大手能把它们死死攥住，连动弹都做不到。对比之下，让我们站在地球上的重力简直像婴儿的咿呀学语一样微弱。我们说的原子能本质就是这层胶水的能量，只要原子核完整，强合力就会牢牢锁着它。可一旦我们用中子撞开原子核，质子积攒的排斥力就会瞬间爆发。这就像一根被压到极致的弹簧，平时看起来平静，可一旦松开固定器，就会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弹射出去。科学家就是靠分裂重合摸到了宇宙中最强大的能量源。你知道吗？强合力的作用范围只有10的负15次方米，也就是原子核的大小。超出这个距离，它会直接隐身，连一丝力都不会施加。想象一下，你用100克的精密零件拼了一架飞机，拼完后秤上的数字居然变成了99克。这在现实生活中要么是秤坏了，要么是魔法，但在原子的微观世界里，这是严格遵守的自然法则，叫做质量亏损。当质子和中子结合成原子核时，它们会主动丢掉一部分质量。这不是质量凭空消失了，而是按照爱因斯坦的E等于 mc 平方转化成了维系原子核稳定的结合能。这消失的一点点质量就是原子能量爆棚的秘密。单个零件和整个原子核的质量差越大，原子就越稳定，内部锁的能量也越多。如果我们要把原子核拆回质子和中子，就得补回当初释放的那部分能量。而核反应堆的原理就是让重油核分裂成更轻的碎片，这些碎片的总质量比原来的油核小一点，这一点点多余的质量会瞬间转化成巨大的热能。我们再把热能变成电能，说白了，核能就是利用了大自然在创造重元素时认为多余的那点质量碎片。如果把原子核比作静止的心脏，那围绕它的电子就是永不停歇的能量马达。我们总爱把原子想象成迷你太阳系，电子像行星一样绕轨道转，但真实情况要疯狂得多。电子不是慢悠悠飘着，而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狂飙。氢原子里的电子每秒能跑2000公里，不到20秒就能绕地球赤道一圈。为什么这能释放能量？物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动能，物体速度越快，蕴含的能量就越大。
就像高速飞行的子弹能穿透物体。电子的疯狂速度让它成了强大的能量载体。更关键的是，电子被原子核的电磁力牢牢拴着，就像你用绳子吊着重物转圈，重物总想飞出去，绳子却在张力下把它拉住。这股张力里藏着巨大能量。我们插座里的电本质就是利用了电子的动能。我们迫使电子从一个原子跳到另一个原子，形成电流。所以原子根本不是僵硬的小石块，而是沸腾的能量锅炉。电子的运动能量构成了我们看不见却无比强大的物质世界基础。要是电子突然停下，整个宇宙的物质都会向内坍缩，同时释放出毁天灭地的能量。如果把原子比作一栋多层楼房，那电子就是只能住在固定楼层的居民。在现实世界里，你可以卡在 1.5 层，但在微观世界，电子要么在1楼，要么在2楼，绝对不存在中间状态。物理学家把这些楼层叫做量子能级，每个能级都锁着固定的能量。最神奇的是电子的搬家，它要从低能级跳到高能级，就得吸收一份能量车票，比如光子，而从高能级回落低能级时，必须把多余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去，也就是微小的闪光。为什么这能产生巨大能量？就拿烧红的金属或 LED 灯来说，里面数十亿个原子的电子每秒要进行数万亿次这样的量子跳跃，这些微观闪光的总能量就是我们看到的光、热，甚至能切割钢铁的激光。量子能级就像原子的能量货币储备，它不断和周围世界交换能量。没有这些能级，原子会变得冰冷又沉默，既不能发光，也没法参与化学反应。正是因为能级是固定的，能量才会以清晰、强大的份额储存。我们已经把它用在电子学、医学，甚至量子计算机里了。本质上，每个原子都是一个按严格量子时间表运行的微型能量站。看到这里，你有没有突然意识到，平时用的 LED 灯居然是靠电子跳级发光的？评论区聊聊你第一次知道这个原理的感受。要是你能凑近仔细看一个原子，绝对会被它的空旷程度吓一跳。把整个原子比作一个巨大的足球场，原子核只是球场中心的一颗小豌豆，剩下的所有空间全是空的，只有微小的电子在离中心极远的地方狂飙。可就是这颗豌豆大小的原子核，集中了原子 99.9% 的质量。这种极端压缩创造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根本见不到的密度。如果你把原子核密密麻麻堆在一个普通茶室里，这茶室的重量会达到10亿吨，相当于几千座摩天大楼，或者一整座大山被压缩到拇指大小。为什么这能释放巨大能量？因为密度和能量永远形影不离。这种超压缩状态下的物质藏着巨大的潜能，核内部的粒子被束缚力紧紧拽着，就像把一团巨大的蒸汽塞进小铁罐里，罐内的压力疯狂到极致。大自然就是这么做的，它把巨大的质量塞进微不足道的体积里，所以核内部的任何过程，碰撞、衰变、融合，都会释放出和化学反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能量。当我们打开这个压缩包，得到的能量是煤炭或天然气燃烧的数百万倍。原子哪里是小小的粒子，它根本是宇宙中被压到极致的弹簧。单个原子的能量虽然对它的尺寸来说已经逆天，但对我们人类来说，就像黑暗森林里的一根小火柴，几乎看不见。可要是这根火柴点燃了旁边的2根，旁边的2根又各点燃2根呢？这就是恐怖又神奇的链式反应。想象一下，一个房间里摆满了乒乓球拍，每个拍子上都放着2个球，你扔一个球进去，它会击中第一个拍子，弹飞2个球，这2个球又会击中旁边的拍子。1秒钟后，空中会有成千上万个球在飞。铀、钚这类重元素的原子核就像这些紧绷的乒乓球拍，只要有一个外来中子击中它，它就会分裂，释放大量热量，同时抛出2-3个新中子。这些中子以极高的速度撞向相邻的原子，迫使它们也分裂，抛出更多中子。这个过程以几何级数增长，1、2、4、8、16、
瞬间就会有天文数字的原子分裂。这一刻，无数微小的能量块汇聚成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流。在核反应堆里，科学家们用特殊的吸收器，就像网兜抓球一样，控制这个过程，让它平稳释放热量来烧水发电。可要是不控制，数万亿原子核里的能量会同时爆发，那就是原子弹的原理。链式反应就是大自然把量子级的微小力量转化成能驱动巨型发电站的现实能量的方式，是原子的团队合作。每个原子都在为能量池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你觉得原子裂变已经够强了，那热核聚变就是强的平方。这个过程里最轻的元素，氢不是分裂，而是凑在一起变成更重的氦。两个带正电的氢原子核就像两块同级的超强磁铁，拼命排斥彼此。要让它们结合，得用巨大的力量把它们挤在一起。这种极端条件只有在恒星核心才能实现，那里有数百万度的高温和恐怖的压力。当两个氢核终于克服排斥，结合成氦核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新的氦核质量比两个氢核加起来还小，那一点点消失的质量瞬间转化成耀眼的纯能量。这就是太阳给地球带来光和热的原因。哪怕我们和太阳隔着 1.5 亿公里，为什么聚变能释放这么多能量？因为克服排斥需要的力量越大，释放的能量就越恐怖。如果我们能在地球上完全控制核聚变，建出可控热核反应堆，人类就能拥有几乎无限的能源。一杯水里提取的氢能产生和一整列火车煤炭燃烧一样多的能量。这是宇宙中最纯净的能量，被打包在最简单的原子里。你知道吗？太阳每秒要消耗400万吨氢来聚变，但它的氢储备还能烧50亿年。当我们好奇原子里为什么藏着这么大的能量时，其实是在问，为什么宇宙的物理定律要这么设定？我们的宇宙里有一些基本常数，就像电脑游戏里不能改的设置，决定了重力强度、光速、粒子电荷的大小。要是这些设置稍微变一点，宇宙要么会冷得空无一物，要么会因为能量太密集瞬间坍塌，而大自然把微观世界的作用力强度调到了刚好合适的位置。比如强合力的常数刚好能让质子紧紧靠在一起，哪怕它们拼命排斥。要是这个常数弱一点，原子根本没法存在，直接碎成渣。本质上，原子就是宇宙大爆炸时被打包的能量初级保险箱。从那以后，这些常数就没变过。几十亿年来，原子不是凭空造能量，而是完美的能量储存器。就像宇宙是个银行，原子就是装满黄金的保险箱，能量以冻结的状态存在，因为物理定律稳定又精确。这些常数的恒定保证了地球和遥远星系里的每个铀原子都藏着一样多的巨大能量。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全是能量的世界里，原子的小尺寸只是我们的感知幻觉，每个原子都是大自然基本力量的集中体现。这些力量在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就被设定好了，我们只是学会了巧妙地窥探这些设置，把能量为己所用。所以你看，我们身边的每一粒灰尘，每一滴水，都藏着宇宙诞生时的能量密码。人类对原子的探索，本质上是在破解宇宙最核心的规则。关注我，带你用最通俗的方式解锁宇宙的终极奥秘。别忘了点赞加收藏，下次想看宇宙干货的时候，就能第一时间找到我。另外，你觉得如果宇宙的基本常数稍微改动一点，会变成什么样？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